她是我所见过的最霸气的女性，正在一具骸骨上搜索着什么，连小宠物都看不下去。她爬上去想让她手下留情，结果被她不耐烦地拍飞了。她最终从中找到了一个钱包，打开看到一叠古老的大面额纸币，她随手将钱扔向空中，然后她走到了一个抓娃娃机前，注视着里面的可爱玩具，四处看了看，确认没人，拿起她刚买的粉红色水枪，对着玻璃开启了一阵扫射，接着把背包塞满，在这里所有东西都可以直接拿走，像这种38公里的巨型冰淇淋，她之前从未尝试过。原来这个国家曾发生过核战，她6岁那年与家人一起逃难，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避难所，但发现大门怎么也无法关闭。核爆炸前还有几分钟，母亲决定亲自去关门。就在那一刻，核弹全面爆发，强光瞬间吞没了母亲。核爆后，外面的城市已成废墟。从那时起，父女2人相依为命。父亲每天教她格斗技巧，以便她能更好的生存。日复一日，岁月悠悠。100年后的某一天，外面的世界重新充满了生机，但城市仍旧荒凉无人。他的名字叫瑞海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但没有朋友来祝福他，只能拿着他心爱的薯片刀旁的骷髅头，与其共度时光，谈论人生。这里没人能赢过他。忽然远处跑来一只兔子，这可是核爆后难得一见的美味。他举起枪瞄准了兔子，但一时间下不了手。这时一只狼从身后窜出，一口就把兔子叼走了。他只好遗憾地放下枪。瑞海随后返回了避难所。回到避难所后，他发现父亲受了伤，伤口严重感染，急需抗生素。家里的药已经用完了，药物都被少数组织控制着。瑞海整理好装备，不听父亲的劝阻，他前往重兵把守的医院。仔细观察后确定计划，他用滑索滑到了医院，通过通风管道悄悄进入，成功进入了药房。取到抗生素后装进背包，正准备离开时被巡逻兵发现。警报响起，他从高处跳下，接着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交火。瑞海打破玻璃窗逃进了树林，背后紧追不放的追兵众多，他不慎掉进了一个深坑，就这样侥幸逃脱了。天亮时，瑞海离开返回家中，跟着地图他找到了一个地点，一种熟悉的感觉让他揭开了覆盖的石头。他发现了一本日记，打开一看，竟然写着祝瑞海生日快乐。一张照片随之掉落，照片是他和另一个男人的结婚照。他惊讶地打开旁边的棺材，棺材里躺着2具骸骨。当他触摸那些骸骨时，脑海中闪过零星的记忆，他似乎想起了一些事情，泪水瞬间涌出。回到避难所，他急切地问父亲韩泰树是谁。趁父亲沉睡，瑞海决定自己去找答案。瑞海独自穿行在废墟之城，不久后遇到了沙尘暴，他向远方逃离，在视线几乎为零的沙尘中，不小心掉进了流沙。他惊慌地挣扎，挣扎越猛沉得越深，流沙几乎要吞没他时，忽然一根绳子出现在眼前，原来是父亲担心他，一路上找到了他。他们接着来到一座工厂，一个士兵走过来，在瑞海手臂上印了条码。父亲急忙嘱咐快点。瑞海到达目的地，随着时光机启动，他的身体开始慢慢消散。这女人赤脚走在铁轨上，尽管脚底布满伤痕，他也不在意，只是轻轻拨了下头发，继续前行。前方突然亮起强光，一群黑衣人出现在他面前，见状立刻转身逃跑。女人在火车间穿梭，黑衣人很快就追丢了，他成功躲过了追捕。急了的女人正想翻找垃圾填饱肚子，却被一个持刀男人发现。女人二话不说，直接擒拿，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男人家吃上了饭。女人直接拿着带皮的香蕉就开始吃，男人看着她完全懵了。电视里恰好在直播彩票开奖，女人一口气报出了中奖号码。女人的行为让身为老彩民的男人突然兴奋起来，他正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。这时电视新闻开始播报，播的是知名会长韩泰树的消息。当新闻提到量子和时间，还有韩泰树的公司，女人的身体突然开始闪烁，时间似乎出现了混乱，连灯光也开始忽明忽暗。男人被吓得不轻，女人也突然晕倒了。醒来后，女人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床上。这时男人端来了早餐，他拿起一支笔开始警觉，然后去检查自己的行李箱，确认东西都在后他才放心。男人细心地照顾着女人，并告诉她剥了皮的香蕉更好吃。男人还希望她能让自己一夜之间发财，但女人的回答只有3个字，这是他从未来穿越来的目的。这位名叫韩泰树的男人智商高达180，他是个能改变世界的理工天才。他创建了自己的集团，名叫量子与时间的韩泰树，拥有着1000亿的资产。他真正是个大财主。时光机就是韩泰树发明的，也是因为这台时光机，世界爆发了核战争。
让原本多彩的世界变成了废墟。他们却不知道，他的行踪已经被管制局掌握。管制局的人全副武装地冲了进来，但他们只见到蜷缩在角落的男人。黑衣人一一被制服，他们飞奔上房顶。瑞海和黄毛在子弹雨中狂奔，他们在屋顶上穿行，但最终被逼入了角落。瑞海带着黄毛选择了跳楼。幸运的是，下面正好有辆垃圾车接住他们。抬头看那3万英尺高的天空，一架夜航的飞机正在飞行。飞机因为气流震动了一下，空姐说是地震的原因，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。机长在努力安抚乘客，突然一个不明物体撞到了机长，飞机的右翼引擎也被撞坏了，飞机开始失去控制，以坠毁的姿态从高空急速下坠。副机长急忙呼叫塔台，但是没有任何回应。机舱内的氧气面罩掉落了，乘客们开始抢夺面罩。这时有个男人冲进驾驶舱，他检查机长的脉搏，感觉机长已经无法挽救。他转向副机长，发现副机长还有救，赶紧给他戴上氧气面罩。他找了块塑料板并用胶布粘好。醒来的副机长看起来很困惑，他用胶带封住了缺口。机舱的压力终于开始恢复，客舱也暂时稳定下来。不过不幸的是，这时飞机的控制系统失效了。此刻飞机在6000米高空，只剩3分30秒就要坠毁。他开始计时，让副机长每30秒提醒一次。第一个紧张的30秒已经过去了，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。男人赶紧把控制面板拔了出来，迅速找到了故障的电路，拿出打火机开始焊接。在这危急关头，公司副总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所有董事都在等他开会。男人只好回答说自己现在非常忙。他解释说自己正在天上修飞机。副总觉得他在找借口。此刻飞机已经穿过云层，飞到了城市上空。男人开启视频，开始处理遗产问题。最后的倒计时启动了，起落架慢慢放下，飞机低飞掠过高楼。副机长紧握着操纵杆，毕竟机上有数百条生命，这是生与死的最后较量，生死由命，一切随缘。男人最终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病床上。各大新闻频道开始报道这一壮举，全家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视。男人撬开了哥哥的骨灰盒，轻轻地放在地板上。他接着打开了一个塑料袋，开始往罐子里倒东西。这一粗鲁动作让全家都震惊了。然后他封好了密封袋，把罐子重新放回原位，拿着袋子潇洒地离开。韩太树带着哥哥的骨灰去了实验室，立刻开始操作仪器进行检验。不一会儿，基因对比的结果就出炉了。结果显示，死者并非他哥哥，这意味着他的哥哥可能还活着。原来就在昨天，他在经历完飞机事故后，便昏迷被送进了医院。当他出院回家时，一个满脸伤痕的男人挡住了他的路。韩太树立刻认出了他，他竟是副机长。副机长告诫他要小心，说管制局正在追捕他，事故并非由鸟类引起，匆忙间给了他一个 U 盘就逃走了。韩太树满脸困惑，回家后插入 U 盘里面是飞机的录像，撞击的竟是一个行李箱，这怎么可能？哥哥不是已经去世了吗？为何会出现在数万米高空？几个月前，他亲眼见到哥哥在停尸房，还亲手送哥哥进了焚化炉。为查真相，他请人搜集资料，利用飞机的高度与速度，分析行李箱撞击的轨迹。经过理工男的精密计算，找到了行李箱的落点。次日，他开着桑塔纳赶到野外，拿着标记器进行搜索，最终真的找到了那个箱子。箱子需要密码才能打开。突然想起哥哥曾说过，他所有密码都是自己的生日。真的是你吗？果然，箱子被成功打开，里面有些文件，一部最新款的智能手机，一个旧相机，还有一把不知用途的钥匙。他回到车里刚开机，立刻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一来就叫出哥哥的名字。他模仿哥哥的声音接听，对方询问他是否已安全抵达，还问他钥匙带了没有。似乎哥哥和他们有某种交易。对方询问他手臂上的数字，韩太树答不上来，对方立刻挂断了电话。家门口停满了警车，家里一片狼藉，像是被洗劫一空。韩太树向警察解释，家里虽然乱，但都是习惯性的摆放。突然他注意到墙上的画被人动过，取下画后发现墙上写着5个大字。警察离开后，他回想起那通电话，开始尝试用钥匙开各种锁，试遍了家里所有的锁都打不开，但他并未放弃，拿出相机将所有相片冲洗出来。照片内容令他震惊，里面不仅有哥哥的照片，还有他今天找行李箱的照片，更有明天的发布会照片。他想到哥哥曾提到过一个秘密基地，可能在那里能找到一些线索。他在那里发现墙上贴满了报纸，这些泛黄的报纸记录了尚未发生的事件，竟包括他明天的发布会详情。原本放保险箱的地方现在空无一物，
这时他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，对方称保险箱已被搬走，并警告不能强行打开，否则里面的东西会自毁。对方还提到想了解更多关于哥哥的事，要他带着钥匙到釜山见面。韩太树感到事态愈发诡异，他是否能在釜山找到答案呢？回到家后，韩太树决定前往釜山参加发布会。在发布会的另一边，瑞海拉开衣服，只是些轻微的擦伤，可能是昨天逃跑时造成的。周围的女生吓得四处逃散，他抓起几张卫生纸，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。这时黄毛正在买去釜山的票，几乎用光了所有积蓄，只换到了2张最慢的车票。瑞海从洗手间出来，黄毛开始抱怨生活多艰难，抱怨社会的不公，甚至连回釜山的钱都没有。瑞海对黄毛感同身受，趁黄毛上厕所的时候，悄悄地写下了彩票的中奖号码，拿着车票独自一人离开了。2人同时出现在车站，却彼此擦肩而过。黄毛发现瑞海不见了，急忙四处寻找，焦急的差点冲进女厕所，花光所有钱买了车票，只希望瑞海能告诉他下一期的号码。他没注意到那张中奖的彩票。黄毛冲向站台，但列车已经开出。此时的黄毛几近崩溃，一文不名，只能在街头流浪，坐在路边被路人误以为是乞丐。黄毛虽然生气，还是把钱放进口袋。这时他发现彩票上有了号码，看到购买截止时间临近，他开始疯狂地奔跑，争分夺秒赶到彩票店，遇到了机器故障，最后2分钟终于找到了一家，却发现还差100韩元。这大概是老天的眷顾，地上竟然捡到了，竟然真的中了28亿大奖，从此开始了富豪生活。同时韩太树公司举行新品发布会，当天的安保工作井井有条。接下来发生了更奇怪的事，楼道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，他是一名从未来穿越来的，目的是暗杀韩太树。这时安保人员过来巡视，他在地上看到一个奇怪的箱子，正要弯腰查看，这时背后有人靠近，看起来像是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。安保意识到情况不对，转身的瞬间就被对方抓住，狠狠地撞向天花板，撞击后落地。刘国南趁机掐住安保的脖子，将其制服。他迅速换上了安保的制服，拿着箱子走进发布会现场，在高处架设好狙击枪，静静等待韩太树出现。不久发布会正式开始，韩太树拿出了一块方糖，将其放进了一台机器，输入了复杂的代码，机器迅速启动，发出了红蓝交替的光芒。方糖似乎受到磁场的干扰，开始分解成分子，穿越过来直达韩太树面前，重新组合后掉进了杯中。现场立刻爆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。这是韩太树独立研发的量子传送机。与此同时，瑞海也抵达了会场，但他没有带证件。为了救韩太树，瑞海只能强行闯入会场。韩太树在会场突然愣住了，他似乎在人群中看到了自己的哥哥。杜总立刻前来控制场面，与此同时，狙击手已经对准了他。这时瑞海冲了进来，高举牌子示意韩太树趴下，但一切都太晚了，杀手已经开枪，韩太树被射中倒地，现场顿时陷入混乱。忠诚的保镖挺身而出，为韩太树挡下一枪。副总也想冲上前救韩太树，却被一个漂亮女人强行带走。瑞海用火力全开冲上台前，迅速将韩太树拖到讲台背后。如果队友倒下，我们该怎么做？倒地的人不能直接扶起，先要放烟雾。这个小知识大家记住了吗？刘国南无法继续狙击，只能改用手枪向烟雾中扫射。当他们到达掩体时，2人已经不见了。瑞海带着韩太树拼命逃跑，在楼道里双方再次遭遇。瑞海反应迅速，几个敏捷的走位，靠着灵活的身手成功干掉了杀手，却被误认为是绑架韩太树的罪犯。紧接着他们消失在楼道。情急之下，2人从楼顶沿着玻璃墙滑下，2人安全着陆。韩太树惊魂未定，对瑞海大喊大叫，瑞海一头雾水。这时韩太树突然意识到自己和照片中的女人长得一模一样，正想问个明白，2架支援枪械已经就位，一个自称是蒲社长的男人出现，正是之前与韩太树通话的那人。蒲会长将他们带至一家超市，他打开冰箱门，按了一个隐藏按钮，冰箱后面忽然出现一个秘密通道，他顺着通道走到了地下室，想要和韩太树进行一次交易，条件是给他一把钥匙，他便会告诉韩太树所有的真相。他之所以需要那把钥匙，是因为保险柜里藏有时光机的设计图，未来的时光机是韩太树发明的。他和瑞海都是从未来回来的人，管制局的任务就是捉拿这些时空穿越者，并将他们囚禁，目的是防止他们扰乱现有的社会秩序。蒲会长随后带他们进了另一间房，房间里有台称为下载者的机器，这台机器可以预测穿越者的出现位置。很快的，
仪器探测到一个穿越者即将抵达，他们驱车前往一个废弃的工厂，但机器的信号被某种磁场干扰了。一个行李箱突然以数据形式出现，这一幕让韩太树难以置信，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他走近想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，就在他的手下准备给那人注射药剂时，韩太树机智地蹲了下来，将注射器对准手下，直接一针注入。与此同时，管制局这边也收到了穿越者的信号，贝海趁混乱摆脱了控制，逃离现场。外面响起了警笛声，管制局的人员赶到现场，主社长和其他人只能选择撤退。韩太树也打算逃离现场，却被地上的男人突然抓住。那男人请求韩太树带他一起离开，并告诉他知道韩泰山的下落。听说有关哥哥的消息，韩太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带着他迅速离开了仓库。但周围已被管制局围困，在瑞海的掩护之下，他们偷走了一辆车。车子刚启动，瑞海却被管制局捉住了。韩太叔见状，只得倒车逃走。在押送瑞海的路上，一辆汽车猛地撞来，是来救瑞海的韩太叔。随后三人前往穿越者的家，他为母亲煮了一包泡面，那是他母亲生前最爱的。原来他母亲就在今天去世，他穿越回来只为了完成这个心愿，要见母亲最后一面。心愿完成后，他留下了一个地址，并交代了一些事情。此时门外聚集了许多管制局人员，门突然被炸开，一群武装人员冲了进来，他们面前突然出现一颗烟雾弹，在烟雾中，他们指导男人如何应对。为了保护女性安全而努力，瑞海趁乱逃脱成功。注意观察理工男韩太树，他再次启动了学霸模式，他冷静地往可乐里加水，然后将瓦斯注入可乐瓶，发射了一个小型跟踪弹，穿透防弹头盔直接爆头。一瓶可乐一个敌人，准确打击每发必中。清理完屋内所有敌人，两人抢了一辆小车继续逃跑。管制局通过监控开始追踪，他们用无人机试图拦截两人，凭借韩太树的卓越驾驶技巧，成功甩掉了无人机。管制局紧追不舍，前面的路已经封锁，他们被逼到了断桥边，无路可走，两人决定跳水。突然一枪向瑞海被击中，两人落入水中，瑞海失去意识沉入水底。模糊中，瑞海看到了一束光，韩太树将昏迷的瑞海救起，背他到心理医生阿珍的家。瑞海因枪伤一直昏迷不醒，韩太树在找开门的钥匙。阿珍回到家，看到沙发上躺着一个陌生女人。阿珍本想报警，但被韩太树及时阻止。韩太树耐心解释情况，阿珍开始为瑞海治疗。瑞海第二天醒来，韩太树准备了很多食物，他对未来充满好奇，我就买了那个芒果。他们按照穿越者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场高档酒会，他们打算找韩太树的哥哥。他给瑞海一个盒子，告诉他遇险时按红色按钮，按下后周围建筑会停电。瑞海顺利进入会场，会场的帅哥他完全不理，即使是几万一杯的红酒也不喝。但看到一个慌张的男人经过，他控制不住自己，急忙跟了上去，却被那男人拉到一边。男人警告他远离韩太树，告诉他跟韩太树在一起很危险，韩太树的存在让他更加不安全。瑞海震惊无比，他还没来得及辩解，男人就急忙离开了。瑞海还想追上去问个清楚，但被管制局的人挡住了去路。瑞海顺势抓起了刀叉，一场战斗不可避免，用手提包打倒了两个人，然后从后门逃了出去。一出酒会就被灯光照亮，接着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小腿，看到远处有狙击手瞄准他。关键时刻，瑞海按下了一个红色按钮，四周顿时一片漆黑。可瑞海的腿受了伤，才走几步灯光又亮了，他已被管制局的人团团围住。此刻瑞海选择放弃抵抗，突然一辆跑车飞驰而来，驱散了人群。车门一开，原来是装扮成夫人的黄毛。他们迅速坐车逃离现场。这时韩太树还在2楼寻找哥哥，准备离开时，偶然在桌上发现了一份合同，竟是关于转让他发明的时光机，所有权要转给一个名叫西格玛的人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推门而入，是公司的理事长。韩太树拿着合同质问理事长，一时激动抓住了理事长的脖子。这时候他被一个熟悉的人打了一拳，竟是他最信任的心理医生阿珍。他拿起一块板砖走上大街，随手向一个路人砸去，接着换上了那个人的衣服，掏出对方的钱包，拿钱去租了个房间。他打开了行李箱，里面全是不明药剂和旧报纸。他打开电视确认了日期，开始翻看旧报纸的内容。根据报纸上的信息，用别人的钱去买彩票，他赢得了第一笔奖金，用这些奖金换了一间有窗户的房间。他又翻找报纸，把有用的信息都标记出来，再用奖金去投资股市。经过多次操作，他的房间很快就堆满了现金。接下来
他联系了一个股市操盘手，让操盘手按自己的指示操作，短短1个月多一点，收益居然达到了1000%，但他却一点也不快乐。他叫来操盘手，让他帮忙建立一个财阀。第2天，面对财阀安排的米其林大餐，他不屑一顾地推开，反而拿出一罐过期的鲱鱼罐头慢慢品尝，享受地舔了舔手指。吃完后还不忘在衣服上擦了擦手。他拿出一瓶神秘的药水放在桌上，对面的财阀他说：“这种药可以治愈你妻子的绝症。”财阀表示难以置信。旁边的人提醒他，肌肉萎缩症是没药可治的。男人面无表情的回应：“在未来这种药很常见，反正你妻子也命在旦夕，试试也无妨。如果需要，随时可以联系我。”说完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财阀看着妻子病痛的样子，决定尝试一下，于是把药装进注射器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妻子刚打了药，竟然奇迹般地抬起了手。为了表示感谢财阀找到了这名男人，只见他拿出一张照片，告诉财阀这药效只能维持1个月，只要按我说的做，药品还会持续供应。韩泰树在医院醒过来，副总和阿珍向他解释，昨天在研讨会上他被枪击，他已经昏迷了整整1天。韩泰树开始回忆这些天和瑞海共度的时光，那些都是假的吗？阿珍告诉他今天是8月19日。韩泰树完全懵了，他抓起手机查看时间，打开电视确认日期，连医院的病历单上也显示是8月19日。难道之前的经历都只是他的幻觉？韩泰树感到极度困惑。回家后，韩泰树询问副总，韩泰树被软禁在豪华住宅中，名义上是接受治疗，与外界的联系完全切断。他还被迫服用药物，这些药物抑制了他的记忆。阿珍定期来进行心理辅导，让韩泰树产生幻觉，目的是逼他透露药师的下落。药物的副作用让他痛苦不堪，韩泰树因痛苦倒在地上。这时一个杯子摔在地上，杯子的碎裂让他瞬间清醒。他爬起来走向那个杯子，捡起地上的碎片，他发现了一张掉落的照片，照片是他和瑞海的结婚照。看到这张照片，他突然回忆起了一切。阿珍见状立即召集所有保安。韩泰树按下手中的干扰装置，四周瞬间变得一片漆黑，他迅速逃离了现场。那个杯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就在那个晚上，瑞海被黄毛救出后，因为找不到韩泰树的下落，只好硬着头皮和普社长交易，将钥匙扔在桌上，只要能找到并救出韩泰树，这把钥匙就是他的了。普社长的手下行动迅速，通过下载者迅速定位到韩泰树的位置，周围的警卫森严。普社长决定利用下载者的功能，直接将干扰装置送到韩泰树家中，帮助他逃脱。不久后，瑞海提前抵达韩泰树可能逃跑的路线，在一个巷子里等待接应韩泰树。他找到一个没有电话线的电话，开始进行操作，用铁钉剪断网线，调整到正确的网络频率并连接。他就组装好了一个通讯设备。当他给瑞海打电话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瑞海就示意他低头，一枪解决所有敌人后，他们根据约定将钥匙交给了普社长，因为他坚信韩泰树的哥哥不可能将时光机资料放在如此危险的地方。古社长舔了舔被漆过的钥匙，他打开了保险箱，里面只发现了一个信封。从信件中，韩泰树得知，原来是哥哥带走了所有资料，这也证实了哥哥还活着，一直在暗中保护着他。这位哥哥怀疑，真正的幕后黑手西格玛就在他周围。韩泰树这才恍然大悟，那些奇怪的照片不是在跟踪他，而是在寻找西格玛。普社长没拿到资料，用枪逼迫韩泰树交出信息。愤怒的普社长打算对付他们俩。外面突然传来了警笛声，瑞海趁机夺走普社长手中的枪，两人从后门逃了出去。为了保护机器和手下，普社长主动走出去投降给管制局。韩泰树后来找到了理事长，逼问西格玛的下落。他掏出一枚录音笔，记得在酒会那天，他在昏迷前把录音笔藏在桌角，录下了阿珍和理事长的对话。理事长无奈只好透露西格玛的信息，同意对韩泰树的公司进行投资。也就是说，时间量子集团的今天多亏了西格玛的资助。由于西格玛不愿露面，所以理事长联系不上他。韩泰树从理事长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有用信息，于是他开始利用媒体的力量，公开向背后的黑手西格玛宣战。他利用人像对比技术，在一张旧照片中找到了西格玛，发现了一个管理西格玛基金的经理，来到这位经理的家寻找线索，却得知经理几天前车祸去世。经理的妻子告诉他们，她丈夫生前认识一个叫西格玛的，西格玛送给他们一幅画，画是西格玛亲手绘制的。韩泰树用手机拍下了那幅画，通过这幅画最终找到了确切位置。两人到了现场却没发现任何人，却在房间里找到另一幅画。韩泰树立刻明白了西格玛的意图，
意识到画中西西弗斯的寓意，希腊神话里那位永远的罪人。他努力将石头推到山顶，石头总是会滚回到山脚，他不得不再次推起石头，然后石头又会滚下来，他又得重新推上去，这是永无休止的惩罚。两人躲在门后，外面的人感觉到房间有异，关上门就逃跑了。韩太树马上追了出去，结果那男人掐着他的脖子，举起匕首就要刺下。这时瑞海赶到了，徒手接住了匕首，将那男人推到墙角。瑞海注意到地上有西格玛符号，他们抬头一看，楼顶有人扔下了大量巨石。太树及时救下了瑞海，他小心地处理伤口，心疼地看着为保护自己满身是伤的瑞海。伤口处理完毕，韩太树坐到电脑前查看小瑞海现在的生活，意外地发现今天是瑞海的生日。第二天他们去了游乐场，看到了自己的妈妈和小时候的自己，瑞海忍住了不去认亲。这时韩太树去买冰淇淋，接到了西德玛的电话，管制局也突然出现了，开始对瑞海进行抓捕。西德玛给了韩太树2个选择，一个是找到他解决问题，另一个是选择保护瑞海，只能选一个，是女人还是世界。瑞海腹部中枪，瑞海多希望妈妈能看他一眼。韩太树赶到的时候，瑞海已经被管制局带走。在审讯室里，瑞海被注射了神秘药剂，这种药剂打3针，穿越者的意识就会消散，从这个时空中消失。瑞海的身体很快有了反应，紧接着被注射了第2针。这时候的韩太树大摇大摆走进了管制局，启动了电磁脉冲器，周围的电力系统立刻瘫痪。接着利用黑客技术释放所有穿越者，破坏了安全系统。瑞海的束缚被解除。那时有人想杀瑞海，但是水弄湿了手枪撞针，手枪变得无法使用，怎么也打不响。瑞海趁机制服了那人，药剂开始发挥效用，瑞海昏迷了。这时韩太树找到了他，撤离时他们被堵在门口，关键时刻听到一声吆喝，朴社长一声令下，所有的牢门都被打开，所有穿越者冲向安保人员。朴社长大显身手，在朴社长的帮助下，他们一起逃了出来。刚到车边准备上车，朴社长的手下突然中枪，那男人出现了，他再次扣动了扳机。韩太树和其他人都安然无恙，倒在地上的却是那男人。他们回到了超市后，瑞海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韩太树找到了朴社长，他想找办法救瑞海，朴社长却说瑞海已无药可救。这时韩太树拿出手机打开了一个程序，他有所察觉，朴社长可能在等待某个人，但那人一直没有出现，因此他整夜守在下载者旁边，说罢他关闭了所有设备的程序。辐射场无奈地对韩太树说，瑞海正在逐渐消失，因为注射了分离剂，他的灵魂正漂泊于不同的时空，若2天内不注射解药，瑞海的灵魂将彻底消散。他拿出一张名片，说西格玛后还有阿格尼斯都是最早穿越者，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找到阿格尼斯，解药也是由他制作并带来的。韩太树根据提示来到了一座教堂，他走进去，教堂里空无一人，这是正义与邪恶的首次正面冲突。不久朴社长也被西格玛制服，西格玛询问他的来意，韩太树直言自己来寻找解药。西格玛提出一个条件，要他完成最后的程序编码，完成后他便会交出解药。韩太树拒绝了，因为他知道这将导致世界因上传者而毁灭。西格玛随后递给韩太树一把枪，只要韩太树开枪杀死西格玛，就能阻止核战争的爆发。韩太树手持手枪犹豫不决，为了救瑞海，他终究没有扣动扳机。只要杀掉西格玛，时间的轨迹就会发生改变，瑞海也会因此消失。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找到救命的解药。奶茶摊真是太惨了，你终于走出了新塘江，大难临头时卡住了，连托尼都已经出院。基德玛说，如果不是你发明了量子传送机，也许世界就不会这样。虽然韩太树没有同意帮他写下上传者的最终代码，西格玛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。说完，西格玛带着手下离开，返回超市。阿格尼斯接着说，瑞海表面上看似在沉睡，实际上他正在记忆中徘徊，要救他必须有人进入他所在的时空，给他注射解药，这样才能把瑞哈带回来，否则2天后他会彻底消失。韩太树已经做好准备，阿格尼斯随即拿出解药，告诉韩太树这种药剂只剩2针，之前的实验1针已经失败，你必须在最接近现在的时间点注射，否则你们可能永远无法返回。阿格尼斯随后拿出注射器，将药剂注入韩太树体内。韩太树回到了过去，找到瑞海，他冲过去抓住瑞海，告诉他是时候回家了。但下一秒，
两人出现在韩太树父母的葬礼上，原来他的记忆也被药剂唤醒了。父亲的熟人拿着伪造的借条，骗取了那笔赔偿保险金。接着他们进入了另一个记忆，兄弟俩只能相互依靠。哥哥很早就辍学了，尽管韩太树之前经历过一次，但直到这一刻，他才明白哥哥过得有多不容易。等哥哥睡着后，他才开始偷偷哭泣。下一场景是在昏暗的天空下，那是韩太叔的世界末日。此刻他已心态全无，他不敢去开启下一扇门，因为那门后是哥哥的葬礼。原本是救人者的韩太叔，反成了需要被救的人。瑞海无法看着他堕落，开始讲述未来的残酷，世上总有人比你遭遇更苦。瑞海不断的劝解，韩太树终于清醒。他们穿过最后一扇大门，回到了最接近现实的时间流。当韩太树打开解药，却发现里面只剩下一支药剂，另一支不小心摔碎了。他选择隐瞒，让瑞海注射了药剂。瑞海意识到已经太晚，韩太树嘱咐他回去后住在自己的别墅，秘书会在那里帮助他。看着他那诡异的笑容，充满仇恨的眼神和扭曲的脸庞，其实这个小男孩很可怜，在学校每天都被同学欺负，他一直害怕父亲回家，每次父亲回来都避免不了被打。家暴使他的心灵逐渐扭曲，他开始逐渐变坏。今天他又被同学欺负了，他缩在角落里，没想到今天竟有人来救他。小胖子问他你是谁，小胖子警告韩太树别管闲事，不然你也一起打。这时韩太树递给他一瓶水，让他把水合在一起，会发生神奇的事。小胖好奇地接过水瓶，把2瓶水倒在一起，接着发生了爆炸。爆炸把小胖子吓跑了。从此以后，小男孩就把韩太树当作朋友，放学后总是跟着韩太树，还露出诡异的笑容，然后就这样离开了。晚上小男孩在房间高兴地看着他的作品，让他爸爸在门外等着。他一点也不害怕，原来房间里放满了河水。第二天老师点名时，发现小男孩没来上学。这时教导主任突然在老师耳边说了几句话，老师安排自习后就匆匆离开。老师走后，小胖对同学说他家爆炸起火，他的奶奶和爸爸都不幸去世了。韩太树感到不祥的预感，于是他跑去翻男孩的课桌，最终找到了一幅画，画的内容让他震惊。放学后，韩太树似梦似醒间看到了哥哥，出现的正是他哥哥。看到哥哥，韩太树扑进他的怀里，一直在为过去的自己道歉。他拿出之前丢失的药剂，直接注射进韩太树的体内。这一次兄弟俩真的永别了，他们最后一次紧紧拥抱。很快韩太树恢复了现实，他轻抚着瑞海的头发，两人激动的相拥。回到家以后，他们打算从西格玛留下的画中找线索。这时瑞海告诉他，在未来这个地方不存在。韩太树开始扫描那幅画，发现了一幅诡异的画。韩太树记得小时候见过这样的画，随后两人在韩太树的小学课本中找到了相似的画，于是他们来到韩太树的小学，找老师要当年的资料。老师发现他是韩太树时，韩泰森提出一起合影，但当二人离开后，老师立刻换了一副面孔。他打开资料柜，里面绑着真正的老师，他把和韩太树的合照发给了管制局。韩太树在学生档案中发现了小男孩的照片，原来他就是西格玛。突然外面传来熟悉的声音，他们走到窗边看，他是西格玛。为了获取时光机的最后程序编码，他带着管制局包围了韩太树和瑞海。在枪火的压制下，二人被逼到了绝境，用储物柜堵住了门，但管制局的人在门外不进攻，他们在等待合适的进攻时机，否则可能会改变时间线。这时瑞海他们也意识到了问题，韩太树突然对瑞海说，认真的说外头的人已经等不及了。韩太树迅速在墙上刻下了求救信号，希望未来的人能看到这信息，能够穿越回来救他们。下一秒枪声响了，埋伏的狙击手接连倒下，管制局的人措手不及地被打败，西格玛只好撤退。韩太树和瑞海出门看情况，看到自己的车驶了过来，车上的人走了下来，原来是穿越回来的保镖救了他们。当时他正在会场，为了保护韩太叔而成了植物人。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？20年后他终于醒了过来，在路上遇到了瑞海，正准备用时光机穿越回到现在来救韩太叔。他一直在找韩太叔的下落，得知瑞海是来救韩太叔的，保镖提供了武器和行进路线。回到现在，保镖向韩太叔说明了一切。此时他的伤势更严重了，已经命不久矣。看着韩太叔坚定的脸，保镖交给他一个盒子，叮嘱他只在绝境时打开。说完这些，保镖就彻底消失了。他们打算解决当前世界的西格玛问题，阻止核战争爆发。在海霸的帮助下，韩太叔他们没能查到西格玛的具体位置，
但查到了他的网名是徐福吉。原来徐福吉就是西格玛。他边吹口哨边用打火机点燃了煤炭，然后用胶带封住了所有的门窗，把绳子绑在脖子上，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这时电话突然响了，电话那头说有人想买他的画。他原本是个没落的画家，听到这消息他突然哭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韩泰树和瑞海根据画上的地址找到了徐福吉，他们打算直接结束他的生命，这样西格玛也会随之消失。但他们不知道，穿越的西格玛正监视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。突然韩泰树的手机响了，西格玛已经预见了所有的事情，他拿韩泰树的哥哥作为威胁。尽管哥哥的意识隐藏在时间的混流中，但他的身体仍在西格玛手中。西格玛威胁说，如果他死了，瑞海也将随之消失。这时古社长带着一个包裹进来，他把包裹交给了瑞海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是他父亲的手臂，还有他和父亲的合照。愤怒的瑞海想立刻杀死徐福吉，为了哥哥和自己的生命，韩泰树出面阻止。瑞海误以为他只在乎自己哥哥的安全，一把推开韩泰树并开枪射击。徐福吉并未被击中，趁乱逃走。瑞海一气之下离开了现场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败感涌上心头。韩泰树拿出保镖给他的盒子，他决定与西格玛做最后的了断。从盒子里拿出一些白色粉末，脑海中浮现出一些熟悉的画面。原来保镖带来了他未来的骨灰，因为时间悖论的原因，未来的我和现在的我合二为一，记忆开始融合。他回忆起了所有即将发生的事，记得清清楚楚。韩泰树找到避难所，见到了瑞海。这个避难所是他亲自建造的。他告诉瑞海，给他3分钟，3分钟后他就会离开。他向瑞海展示了避难所的设施，准备了很多抗生素和药品，还准备了各种武器，以及各种水果和食品，还有水。他在门上安装了一个备用开关，即使外面的开关坏了，里面也能把门关闭，这样你妈妈就能安全无恙，你们全家都能在这里安家。两人和好如初。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，韩泰树的身体开始闪烁，他推开瑞海，把他锁在避难所里。原来未来瑞海被西格玛杀害，核战争爆发了，所以这次拯救世界的任务只能由他一个人完成。韩泰树故意泄露了自己的行踪，告诉了管制局。眼镜男注意到韩泰树旁边没有瑞海，立刻把这消息告诉了西格玛。未来没有瑞海的参与，连西格玛都无法预警。韩泰树打了个电话，黄毛很快就被管制局抓住。西格玛给了他2张机票，让他带瑞海离开这里，并用黄毛的家人威胁他，迫使黄毛同意了。然后黄毛找到了避难所，成功救出了瑞海。黄毛带瑞海前往机场，这时他们的行踪已经被管制局发现，并且已派人前去捕捉瑞海。黄毛为瑞海掩护，用光了所有子弹。看着朋友倒下，愤怒的瑞海冲了上去，那个男人很快被击倒，悲伤地对瑞海说，你就杀了我吧，就像你曾经杀了我母亲一样。瑞海最终还是下不了手，他选择了原谅。他带男人回到过去，回忆起与母亲一起煮泡面的时光。男人终于明白了一切，但此时黄毛已经牺牲，瑞海不得不独自一人继续旅程去找韩泰树。在另一边的教堂里，韩泰树与西格玛进行最后的对决。西格玛迫使韩泰树写下最后的编码。外面突然响起枪声，瑞海及时赶到，迅速解决了屋内所有敌人。但韩泰树被西格玛挟持，瑞海只能无奈地放下枪。在西格玛的记忆中，正确的时间线应是韩泰树和瑞海再次结婚，然后瑞海被射杀。这时韩泰树的身体开始闪烁，他告诉西格玛未来已在改变。他抬手开始倒计时。这时西格玛的电话响了，但电话那头无人应答。就在西格玛准备射杀瑞海时，他的身体也开始闪烁。瑞海一脚将西格玛踹飞，但他的手下陆续消失了。暴怒的西格玛把他们俩打倒，紧接着掐住瑞海的脖子。突然响起一声枪响，西格玛倒在地上，又一枪击中了他的胸口。西格玛至死都没弄明白，为什么时间线会改变。原来是时间线可以被改变，都是因为韩泰树的操作。他输入了上传者的最终编码，设定代码只能运行1次。他们回到了前一天，来到警局，找到海霸，并让他去找徐福。安抚完徐福后，打这通电话。韩泰树接着独自找到黄毛，给他一件防弹衣。黄毛穿上防弹衣，帮瑞海挡下了子弹。最后他们到了教堂2楼，选好了埋伏点。因时间悖论的影响，导致瑞海他们身体会闪烁。西格玛的身体闪烁，是因为海霸找到了徐福，把外套脱下给他披上，这让徐福心里感到了关怀。未完全变成西格玛，终结西格玛的是穿越回来的韩泰树。瑞海和韩泰树处理完一切，他们走到教堂中心，
因为时间悖论，未来和现在开始重叠，所有穿越者必须回到正确的时间线。本该消失的瑞海却毫无反应。突然出现的是公司副总，他拿着枪对准韩泰树，要求他完成最后的编码。他会成为下一个西格玛吗？